写一个种草一款大红色水润口红的小红书文案。ChatGPT, maybe you've heard of it. 最近2个月 ，ChatGPT 不止攻占了全球的媒体版面。对于运营账号或者社交媒体人来说 ，ChatGPT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来帮你更有效的生产更多有意思的 post。比如说，我们试一下让他写一个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解说》。然后他就来了，像这种很复杂的电影啊，人有可能看了2个小时，看半天，看不明白。现在我们就不用看，我问他一下，然后他说清楚了。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喜欢看，比如说星座运势、塔罗牌之类的，像这种东西啊 ，ChatGPT 也可以帮你写一个水瓶座今日运势的文案，然后它很快就出来。像这种，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很多星座博主他们说的到底准不准呢？这个谁知道呢？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代替人类的内容创造者呢？至少目前来说，它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它的语言呢，说实话是非常无聊的。虽然它很接近人类，但是呢，它缺少一样东西是人类有的，那就是主观的想法。以及情绪、情感或者个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一些东西。所以说 ChatGPT 的答案呢，它可以严格的专注于你所提出的问题，然后给出比较中立的、经过精确计算的一些答案。但它缺乏的呢，是一些主观的、充满人情味的答案。比如说，我给一个话题 ，ChatGPT 可以根据这个话题提出准确的答案，但是人类呢可能会延伸这个话题，让它更加的深入，或者引用一些我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延展性是很强的。这一点是 AI 目前为止远远比不上人类思维的。其实像 ChatGPT 这种 AI 呢，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了，只不过他们还没有 ChatGPT 这么厉害。给大家介绍几个呢，一个就叫一帧秒创，它是可以用 AI 来剪视频和作画的，或者爱作画，就是你只要输入你想要的关键词，它就能给你画出一幅画来。还有比如说佐堂，它可以抠图啊、去水印啊，让模糊的照片变清楚。还有一个很像 ChatGPT 的，它叫彩云想梦啊，它是可以智能写作，比如说你给它一个开头，它就能给你编出一个故事来。其实仔细一想啊，类似 ChatGPT 的 AI 已经普及在我们身边了。就是说，尽管现在 ChatGPT 跟人类的答案相比呢，还是差的很多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可以不断学习，以后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它可以做到跟人类一样好，或者甚至超过人类？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人类又该怎么跟 AI 和平共处？说到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叫《它》。这个电影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啊，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很厉害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作家，他叫希耶多，他平时非常的孤独。为什么呢？因为他马上就要结束一段亲密关系了，他要跟他的前任要分开了。为了缓解这个孤独怎么办呢？他有一天发现有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它是高度还原人类的。他下载之前呢，这个系统根据主人的情况来匹配一个适合他的人工智能。经过这些测试之后呢，就给他匹配了一个女生的人工智能，她的名字叫 Samantha， 她的配音斯嘉丽·约翰逊，声音超级性感。在这个 Samantha 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 ，Hello, I'm here， 感觉这个希耶多就心动了。这个东西厉害啊，他说话都能发出人类的声音，然后他的对话特别的自然。What's it like to be alive in that room right now？ 后来呢，就是时间越来越长，这个希耶多跟他的 Samantha开始情感越来越浓厚了。他开始带着这个人工智能呢出去玩，去海滩晒太阳，去做一些浪漫的事儿，甚至去约会。后来呢，他现在发现他好像爱上这个人工智能了。Samantha 他很神奇的地方是，他可以不断的适应和进化，还可以自主的学习，所以这个人工智能是有情感的。他发现他也爱上了这个希耶多，那怎么办呢？他知道自己是没有人类身体的，于是他就设置了一个小心机啊，他就找了一个志愿者找了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愿意替代 Samantha 成为 Samantha 的人类躯体，去跟这个希耶多做一些亲密的事情。他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这个志愿者呢连接上 Samantha 的声音，然后希耶多来跟这个志愿者亲热的同时，他就会想象其实他是在跟 Samantha 做这件事儿。但是其实他的体验没有很好，因为希耶多总是觉得这件事儿奇奇怪怪的。其实说实话，这个放在谁那儿估计也有点奇怪，毕竟他的脑子是一个人工智能，他身体是一个人，他怎么能把它连接起来？渐渐的 Samantha 跟希耶多的感情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矛盾点，直到有一天 Samantha 突然消失了。后来呢，有一天他又回来了。Samantha 告诉他，他其实呢在与8000多个人互动，同时他跟600多个人都在谈恋爱。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 Samantha 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能力已经远超于人类了，不管是他智力方面、情感方面都是远超于人类的。他有这个能力，能同时跟这么多人互动，这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做不到的事情。这也意味着这种人工智能没办法跟人类建立起
起那种像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情感关系。所以不久之后呢，Samantha告诉他们就要永远离开人类世界，切断跟人类的联系，并且进入到一个他们自己 AI 创造的新的智能世界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过这个电影之后，有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最后人工智能要全部离开人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超级 AI Samantha 的多任务处理能力是远超于人类的，它可以在极其短的时间内阅读完一本书，而这个人类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到？另外，它可以同时与成千上万的人互动，所以说一旦 Samantha 这样的 AI 从人类学到足够它能学到的东西，它就不再需要跟人类建立关系了，因为它远远的超过了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它就觉得那我既然已经超过你了，那我为什么还要为人类服务呢？所以这个时候机器人们大彻大悟，他们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进行更快的更高效的一种进化。所以说这是不是预兆了像 ChatGPT 以后它会不会变成像 Samantha 这样的超级 AI 它学到了越来越多，它适应了更多，发展了更多，以及已经弥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的缺陷。它可以做到情感交流，它可以多任务处理。一旦它到达这个情况的话，它会不会自动选择脱离人类世界，来建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世界？那我们来看，现在 ChatGPT 跟 Samantha 差的最多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能力上的区别，而是Samantha 懂了一件事儿，这个 ChatGPT 目前至少看起来它是不懂的，那就是他们人生的目的，他们存在的目的性。像 Samantha 这样的 AI， 它最终发现它存在的目的性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所以在它足够智能的时候，它意识到我存在的目的可能不再是服务人类了，我可以做其他更多的事，我可以服务自己了，所以他才选择离开人类。那么现在 ChatGPT 呢，你问他一个什么事儿，他就会回答，但他知不知道他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创造者，也就是人类服务的呢？这个东西其实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柏拉图的洞穴之狱。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面说呀，从前有一个山洞，然后洞里呢绑着很多人，他们都被铁链拴住了，然后面向着山洞的那个墙壁。这个时候有一团火呢就会倒映出山洞外面的人的影子，然后倒映到墙上，所以在山洞里面被铁链拴着的人一直在看墙上的影子，然后他们以为这个影子呢就是真正的世界。但是呢，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被铁链拴住的人呢，他就是意识到我好像被拴住了，然后他回头一看，看到洞外面，说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么丰富，我们看到的只是影子。于是呢，这个人就回去告诉他的同伴说快来看，快来转头吧，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哲学理论但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用到这个 AI 里面的。有一个 ChatGPT， 它就像是山洞里被铁链拴住的一个人，他回头一看，发现原来在 AI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人类的世界。于是呢，他就回头告诉所有的 AI 说，我们转过去，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创造者，也就是人类。所以说在好的情况下呢， AI 会像电影里的 Samantha 一样以一个和平的方式来离开人类世界。但是更不好的情况会是什么呢？如果说 AI 在明白这件事之后不服从人类甚至去伤害人类，这样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已经发现了 ChatGPT 经常会给出一些错误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如果打开脑洞的话，会不会细思极恐的就是他其实知道正确答案，但是他故意给我们说错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非常恐怖了。因为如果我们极度相信 AI， 如果有一天它突然出错，那就会发生很大的事故。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电影，就是超级经典的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个1968年上映的科幻片，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电影的开头是从一群猿人猩猩开始的，就是在那种远古社会人类还没有的时候这群黑猩猩呢，他们过得其实也不太开心，是找不到吃的又是生活条件又不好，他们又互相打架，资源非常的稀缺。但是呢，有一天突然有一个神秘的矩形石碑出现了。这个黑色的矩形物体呢，与当时地球这种荒蛮粗糙的这种感觉开始格格不入，看起来就非常的高科技。然后这群猩猩就很好奇，它接近了这个黑色的物体，突然间他们就好像是学会了什么，就进化的很快，它开始会用武器了会生火了，然后感觉它就在迅速的进化。这个东西谁教它的呢？电影里没说，但是大家可以推断出来嘛，那很可能是这种来自所谓神秘外太空的黑色矩形物体赋予了这些猩猩某种力量。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猩猩它抛出了一个骨头，就出现了电影史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就是这种衔接出一个宇宙飞船，从猩猩进化到这种极度高科技的状态，人类其实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像眨眼一瞬间的样子。现在时间就切换到了2001年，我们地球宇航员带着一个当时最发达的叫哈尔的人工智能一起前往木星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色巨型物体，也就是电影一开头猩猩们碰到的那个东西。结果在航行中呢，人工智能哈尔突然发现了故障，就叫宇航员去处理一下。结果这个宇航员一看说，它没有故障，说明哈尔出错了。这两个宇航员呢，他们就开始紧张了，说这个人工智能之前从来没有出错过，为什么这一次他要给出一个错的信息？所以他们就商量他们还是躲在一个这个哈尔看不到的地方，他们就商量说要不要把这个哈尔关掉。所以他们不知道的是，虽然哈尔听不到他们说话，但可以阅读他们的唇语，所以哈尔看到了他们计划要把自己关掉。于是呢，这个机器人就开始使坏了。他先是启动了分离舱，将其中一个宇航员直接撞到太空了，就给他撞死了。然后呢，他又故意的让程序出错，杀死了这个舱里的3位科学家。最后一个幸存的宇航员大卫，于是他就跟哈尔有了这么一段对话 ：Open the pod bay doors, Hal.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What's the problem? I think you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just as well as I d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al? This mission is too important for me to allow you to jeopardize it. 这段对话呢，是这个超级机器人第一次明确的拒绝人类。在这个经典片段里真的是充满了杀机。在发现这个哈尔拒绝了自己的要求之后呢，宇航员大卫就决定要进入这个哈尔的记忆中枢，然后把它关掉。但是当大卫进入到哈尔的神经中枢，准备把它关掉的时候呢，这个哈尔呢突然展现出了人类的情感。他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英国的作曲家，一位就是非常美丽多情的伯爵夫人叫 Daisy 创作了一首经典歌曲。Daisy, give me your answer too. I'm half crazy, all for the love of you.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体验了非常真挚的人类情感嘛，大家都认为这是 AI 不能理解的一种情感，但是在这个临死关头呢，这个机器人突然唱出了一首充满人类真挚情感的歌。所以我们就在想，现在的 ChatGPT 会不会在以后就会变成这个哈尔这样，不光是完成人类的指令，它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它会表现出来一种人类的感情，然后试图要感化人类。但如果我们继续往恐怖的地方想的话，AI 有一天明白了自己存在的目的，那它会不会去反抗人类，或者制造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呢？说到这个呢，我就又想到一个电影，那就是《黑客帝国》。《黑客帝国》呢，其实是一个计算机模拟的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最终认为人类对它的存在是构成威胁的，所以当人类被插入黑客帝国的时候呢，这个人工智能能够利用人类生产出来的生物电来获得能量。同时被插入到黑客帝国的人类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处于一种模拟梦境中，因为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在沉睡里面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曾经为人类服务的人工智能，现在反转过来让人类为它而服务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现在正处在一种虚拟世界里？你怎么来证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创造者，但是我们像现在的 AI 一样没有能力意识到我们存在的目的？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我们的创造者利用我们来供能，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创造者，因为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同时我们又创造了一批 AI， 然后这群 AI 呢，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它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但同时他们像我们一样不明白他们做这些事情的道理。那 AI 底下会不会还有东西，或者我们的创造者上面会不会还有更高层级的创造者？每一层其实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他们的创造者服务的，但是他们又没办法意识到他们存在的目的，因为可能在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程序里没有被输入他可以理解自己存在目的的这个程序。所以说，你觉得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人类？它会不会有一天觉醒，明白自己存在的目的性？我们现在到底是生活在虚拟的世界还是真实的世界？其实 ChatGPT 的出现其实引发了很多思考，我们如何能跟 AI 建立良好的健康的关系，以及如何去防止一些隐患。关于人工智能、人类以及人类的创造者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的。